朋友们，大家好。今天咱们不说特朗普，不说 TikTok， 不说其他国际时事，就说我自己私人的事情。因为我想跟大家互动一下。我现在正在南美的哥伦比亚这家酒店的阳台上，因为如果我出到街上，我就觉得没有安全感，还是在酒店里面更好。这里的酒店，它的那个大门白天是锁上的啊，我要进出啊，他要专门给我开门。我问酒店，我说白天难道不能够打开大门吗？他说是为了安全。所以呢，从酒店它的操作就可以发现，可能这个国家并不像我自己认为的安全。虽然我目前为止啊，到这里没有出现任何的意外啊，但是可能酒店从客人的安全出发，他们这样做是有他们道理的。今天我说就是跟大家互动一下啊，因为啊，我经营油管这个频道，而且我是真人出镜的，相当于一个准公众人物吧。已经好几年了，我已经学会了面对各种流言蜚语，因为我觉得不管说什么东西，在这个世界上总有人同意，有人反对，有人说你坏话，有人说你好话，对吧？所以我觉得做一个这种准公众人物，一定要有非常强大的内心，另外呢，又有很强大的自信才可以。如果你是说头说尾的人，根本就不能接受人家说你坏话、说你不好的东西的人，那你真的不适合做这个自媒体，就是说不适合真人出镜这种媒体。我呢，这个脸皮比较厚，但是另外一方面，我觉得我是比较自信的人啊。最近呢，就前2天有一位粉丝他提醒我，他说啊，有个人在德国的人，在小红书上面发了一篇文章，是专门来批驳我的。我去看了一下啊，这篇文章其实它文字特别的短。我不知道是为了那个蹭我的流量，还是特别想指出我这个人有什么多么不堪。我把这个截图发出来，反正呢他已经以他自己这个名称发文了，那我就觉得无所谓了。而且他是没有真人出镜的，看不见他的脸。他的意思就是说，我报道德国的时候就全是负面的，然后呢说中国的时候都是正面的。我来读他发的那个文章。某德国华人视频博主骂德国爱中国，原帖被删。没想到这位德国某知的影响力真大。我可以告诉你，这位小红书，我根本就不知道你发了这个文，也根本不知道被删帖，而且我根本就没有这么大的能量，我自己都不在那个小红书上面发文，我没有发过任何的东西。大家看我小红书上面的那个账号就知道了，我是前几天才下载才使用的，帖被删与我完全没有任何关系，而且我真的没有那么大的能量。然后我们继续看，做视频全是德国的负面和中国正面的信息，但其人自己移民德国多年，当房东挣钱赚得盆满钵满。好，我在这里说说啊，我当房东赚钱，这是靠我自己的能力，我辛辛苦苦，我确实非常节约，而且我可以说，在德国做房东买房是赶上了德国当年最好的时段。我是2006年年底买的第一套房，一直到2019年前前后后，你看10多年，对吧？买了4套，而且是跟我的德国伴侣一起买的，不是我单独，我单独没有那么大的能力。什么赚得盆满钵满，其实根本就不是这么回事。我们现在还在付房贷，2套房的房贷还继续在付，我们还有房贷20多万欧元，所以呢根本就没有盆满钵满。另外呢，当房东在德国其实非常的苦逼。告诉过大家了啊，就是我和我的德国伴侣已经做好计划了，今后呢我们退休之前把德国的房产全部抛掉。为什么？不想再当房东了。因为在德国当房东风险非常的大，从回报率来说非常非常的低，加上现在德国这房地产市场已经可以说差不多到顶了，再往上可能上升的空间非常小。我对德国还有我德国伴侣也一样，对德国对欧洲还是比较悲观的，就是前景啊，发展前景比较悲观。那么既然德国前景比较悲观，那就涉及到房地产市场今后可能走向不太好。这就是我为什么我们特别想抛掉德国房产的原因。还是
那个现金为王，然后呢做其他投资，比如说买 ETF，这是我们的打算。目前呢我不多，只有3-4万欧元的买的那个 ETF，每年我觉得能够有10%上涨，比在德国当房东强万倍啊！因为我买 ETF， 它的风险很小，而作为房东在德国风险非常的大，所以呢，如果说我在德国当房东，挣得盆满钵满，完全是你自己一厢情愿，完全不懂得德国的房地产市场，或者在德国当房东这风险，你根本就不知道。我们自己呢住一套，然后呢出租3套，那3套房，因为我原来有2套房，根本就不怎么值钱，所以房租也不高。我们3套房加起来，可能说起来都不信啊，只有2000欧元多一点点。但是呢，在德国你当房东，你还有投资的，每个月都有所谓那个德语词叫 Hausgeld， 里面包括维修基金，就是它是强迫你这维修基金要交出来。除了维修基金之外，还有其他的那个开支，所以真正啊，这在德国当房东的回报率非常非常的低。好的话可能有3个点、4个点，这样就不错了，就是比你在银行定期存款稍微高一点，如此而已。但是它的风险和回报，我觉得不成比例，所以这就是我为什么不想在德国当房东的主要原因。德国呢，它的法律比较变态，它比较保护租客，因为德国法律制定者认为啊，租客是弱势群体，而房东是强势群体，所以呢，在德国是要保护弱势群体的。一个例子，在德国当房东的人，如果你初到德国，一定要注意啊，你别以为你有房子租出去就万事大吉了。假如你不问他要那个德国信用的那个证明，德国人不是一天到晚埋汰中国，说中国有这个社会信用评分怎么怎么样这个系统吗？德国其实也有，而中国呢，这个社会评分系统其实不是国家的，而是好像有个淘宝的什么芝麻那个信用，对吧？但德国呢，这是全国的啊，叫书法，它就是全国信用系统。如果你当房东，一定要问那个房客要这个东西。另外，3个月工资单，另外他的工作合同，缺一不可。还有第4样，最好呢是问这个房客要上个房东的信息。由我跟原来房东，可能我会问他这个房客到底他平时呢付房租的情况怎么样，值不值得信任等等。只有这几个这东西你能够提供，那么没有问题的话，才可以租给他。而且还有，如果是一个单亲母亲带个小孩的，即使他的信用再好，我也不会租给他。为什么？如果有一天他突然不付房租了，他就是不付，当老赖，你拿他没有半点办法，真的，你撵他不出去。因为德国的法律就是保护这些像单身母亲啊这种人，带小孩的人，那种一个家庭夫妇啊，他失业了或者不想去工作了，带着小孩住在那房子里面不交房租，你也赶不出去。这就是德国法律变态的地方，所以当房东风险非常大。说远了，我们又回到啊，还自称羡慕中国的生活，他怎么不回中国呢？前面我说了啊，回不回中国，与我在德国应该没有直接的关系，对吧？因为我的生活重点在德国，我的房产在德国，我的社保在德国，我不可能拍拍屁股马上走人回中国去。我中国什么都没有了，我连身份都没有，现在我怎么回中国去？在德国30年，对比中德2国的发展，德国相对来说是原地踏步或是走下坡路的，而中国过去30年，我从到德国到现在31年了啊，中国一直是在往上走的。中国改变了多少？难道我自己不知道吗？我每年都回去，有对比啊，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。所以呢，我就越来越肯定中国的发展。难道这点我作为一个海外华人，我自己原来的祖国发展好了，我给予肯定，难道不可以吗？德国烂成什么样子，难道你不知道吗？也许这个人刚到德国不久，也许他花了很大的价钱才移民到德国去，所以呢，他特别反感我说德国不好的方面。但是我可以告诉你，我说德国任何不好的地方，绝对是有事实为基础，没有造谣。我说100件德国的事情，即使全部是负面的，
至少有99.5%完全是基于事实的，也许有半件事情呢有点夸张的成分，但是绝对不是什么无中生有。与德国媒体相比，与德国人相比，德国媒体是怎么报道中国的？我相信呢，长期在德国、长期在西方的朋友们一定知道，西方媒体、德国媒体是如何报道中国的。可以说，100个报道有99个是负面的，而且至少有50个是假消息捏造出来的，没有事实基础。与我说德国的负面的完全相反，因为我说德国的东西完全是有事实根据的啊。而德国媒体呢，造谣、生事、抹黑。我举2个例子，这个例子就是吵了很多年的，现在德国媒体一直还在做的，就是新疆种族灭绝的问题。就是说，中国政府要对维吾尔人，或者已经对维吾尔人，正在对维吾尔人实行种族灭绝。作为中国人，你们相信有这样的事情吗？但是德国媒体、西方媒体就是这样捏造出来，然后谎言重复了1000遍，现在在德国人心目中，在西方人心目中变成了真理了。第2件事情，德国媒体造谣的，在中国完全没有这回事情，就是中国政府压迫少数民族。这点完全相反，因为我是广西出来的，广西壮族自治区，对吧？我虽然是汉族，但是我身边我们县就是一个瑶族自治县。我们现在有很多少数民族，但是我可以非常肯定地告诉大家，中国政府不仅没有压迫少数民族，反而给少数民族各种优待，被压迫的反而是汉族，这点与西方媒体报道完全相反。说到这里，我就非常的气愤。这是很有典型的例子，就是西方媒体是完全造谣的、捏造出来的，与事实完全相反的啊！开这个频道，翻译德国媒体报道中国啊，是翻译德国媒体啊。德国媒体是怎么报道，我就怎么翻译出来。然后呢，把德国人的评论也翻译出来，让大家评评看。你看德国媒体怎么报道的，德国人怎么看待中国的。既然他能够报道，那我翻译为什么不可以呢？我为什么要经营这个油管频道？我就是呢，想给全世界的海外华人，还有给中国人翻墙出来的人，给大家科普一下，揭露一下西方媒体、德国媒体是如何报道中国的，德国人是怎么看待中国的。我觉得这样相当于开启民智，难道不好吗？因为在过去我在德国那么多年，每次看到德国媒体如此离谱的、负面的，甚至呢是捏造出来报道中国、报道我的祖国，我的心里每次都特别气愤啊！我自己作为一个华人，每次见到人家骂自己的祖国，而且是抹黑的、没有事实基础的、捏造出来的，我自己作为一个正常的华人，我觉得这种气愤是非常正常的。而有些人啊，从中国到了国外去，忍气吞声，人家怎么骂你的祖国，好像我就留他骂吧，我就低头做人就行了。对不起，我做不到，我是一个爱憎分明的人。这样埋汰自己的祖国，就相当于每天往自己脸上打脸。你在德国，你在海外，你觉得你开心吗？反正我不开心啊。那既然我现在已经当年犯了一个错误，我入了德国籍，那我就老老实实待在德国啊。但是没有妨碍我为我自己原来祖国主持正义啊，对不对？因为我觉得我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，我就这样的人，所以我就下定决心，我站出来为我自己的祖国说话，我就揭露德国媒体是如何报道中国的，让我们正常的中国人能够看看德国媒体是什么样的嘴脸，而德国人呢被洗脑之后又是怎么样的嘴脸。难道我这样做错了吗？我就是不喜欢看到德国媒体这样埋汰我自己的原来的祖国，所以呢，我就站出来，大声的呼吁啊，给大家反映德国的现实。难道这样不可以吗？这样我就错了吗？反正我觉得我没有半点错。所以这个人呢，他怎么说什么羡慕中国的生活，怎么不回国？这点呢，刚才我说了，我所有的东西都在德国，我不可能拍拍屁股走人。其实我特别想回中国，但回不去的那个家乡，目前就这样。
经常啊有一些阴阳怪气的人，他因为看了我原来视频，我正在原来的我一直在办理恢复国籍的事情嘛，对吧？然后呢，到前几个月突然遇到了一个瓶颈问题，因为我夹在中间，比如说中国方面审议了我的所有的文件没有问题，他答应啊给我这个恢复中国这个身份，前提是我要先退掉德国的国籍，我有那个退籍证明书，有了这个证明书之后呢，给中国驻外领事馆，然后他们就可以给我中国身份。这是中国方面的这个态度啊。那德国方面呢，我也去了德国的有关部门去询问，他们说对不起，按照德国现在的法律，你必须呢有另外一个国家已经发给你那个国家的国籍那个证明，我才能够开具那个证明，也就放弃德国那个身份的证明给你。你看，现在我就夹在两个国家中间，不知道怎么办，动弹不得。中国要我有德国方面的证明，而德国呢要我有中国方面的证明。首先有这方面的证明，然后才给我开另外一个证明。我这样寸步难行啊，所以目前我就夹在中间，不知怎么办。但是我有一个比较好的感觉吧，我感觉很快就有眉目，应该是下个月可能就有眉目了。这是什么眉目？到时呢我再出一期节目。我觉得这事情呢是向有利于我的方面发展，我认为是这样啊。所以呢，我并不是说我不想恢复中国国籍，我是为了骗大家流量怎么样。其实我有必要骗大家流量吗？做一个人啊，我是做人啊，是堂堂正正，我绝不什么拖泥带水。我们看看它下面呢有大概140多条评论，让我感到高兴的是，绝大部分人还是比较支持我德国之士的，说我是一个正直的人，然后呢为中国说话为什么不可以，对吧？而且德国怎么样，这些长期在德国人也知道，所以呢他们挺我感到非常欣慰。至少我觉得这个公理啊，从这个读者评论就可以看出来，他们觉得我做的是对的。而这个小红薯呢发文贬低我这个人呢，他得到的支持呢非常的少，所以这点呢让我感到非常的高兴。我到德国去，我移民到德国去，德国媒体一天到晚说中国的坏话，我当然不高兴了，对吧？谁愿意每天听骂自己祖国、骂自己娘家的坏话？我可不愿意啊，因为这些都是没有事实根据的，都是什么假新闻，所以我就特别的生气啊。另外，我说德国，你认为负面的东西，你认为呢是骂德国的，但是哪一件不是事实呢？比如说，我是住在德国科隆第4大城市，属于德国1线啊。我住在市中心，每次出我的家门，然后大概是2-3分钟就到了步行街了。每次出去，我绝对能够看得见1到2个，甚至3、4个，那些一般是老人，拿这个那个袋子，然后呢到各个垃圾箱里面去找带押金的瓶子啊。因为在德国有很多瓶子它是有押金的，多的话是2毛5，少的是8分钱。8分是那种啤酒瓶，玻璃的那种，一般是2毛5，相当于人民币差不多2块钱押金。德国现在很多啊，越来越多，这几年去找这样的押金的瓶子，为什么？难道是那个什么行为艺术吗？不是啊，是因为这些德国老人，他们退休金很低，他们根本活不下去，怎么办？那要找路子啊。那就又与某些人宣传的西方国家，国家帮养老，国家兜底一切，这全是屁话啊！德国老人很多人退休金不够，生活不下去，这些老人也不管那个面子了，没办法呀，这个人要活下去，那只能到街上去翻垃圾箱找那个瓶子，2毛5也是2毛5啊，我找10个2.5欧元，我去买几个面包啊，买一根黄瓜呀，这样也可以凑合过一天，饿不死了，就这样子，你们知道吗？不是什么行为艺术。另外，在德国，我也看到啊，步行街一直到火车站，特别是晚上凌晨，有多少人就在
那个街道的两边，特别是有些那个店，它有一个空余的地方，然后呢，淋不到雨，但是也非常的冷。这种搭着帐篷啊，一个一个的排着在那个地方睡觉。难道这些人不想有一个温暖的家吗？不想有个有暖气的一个房间可以睡觉吗？这些人为什么露宿街头？难道他们喜欢行为艺术吗？并不是嘛。即使他是外国人，也说明呢德国这个国家也没有好好照顾他们。如果是德国本国人，就更说明德国这个国家没有好好照顾自己的国民。而我拍出来有错吗？这都是事实呀。另外了，在中国，我相信啊，绝对有上千万甚至上亿的中国人，一说到外国就觉得外国一切都好。很多精神美国人、精神德国人、精神日本人、精神法国人、精神英国人、精神意大利人等等等等。一说到中国，就中国什么都不好，外国什么都好，反正外国的月亮就比中国圆。但是也没见到这些中国人移民到外国去啊。按这个小红书这个博主的逻辑，那这些中国人都应该移民到外国去，对不对？那这些人为什么不到外国去呢？当然你可以说啊，我移民不了去外国啊。那你移民不了，那就说明你自己的本事的问题。你自己在中国混得不好，难道你以为你去外国就混得好了吗？为什么人家外国不给你签证？这就说明你没有这个能力嘛。为什么人家马爸爸马云，他能够成为亿万富翁，曾经的世界首富？那也是他因为在中国这个土地上，他有这个能力，有中国这个国力为他兜底，他才能够突然成为全世界的首富之一。同是中国人，那你为什么不行呢？你光是埋怨是中国这个制度，中国这个领导，人家马云跟你一样是同一个中国领导，同一个制度，人家可以，你为什么不可以？还有小米的那个 CEO 对吧？雷军啊，还有人家任正非啊，他们也是啊，钱都花不完。同是在中国，人家可以，你为什么不可以？如果这么说的话，你应该买块豆腐撞死就行了。你根本就没有任何的权利在埋怨自己的祖国，埋怨这个国家的制度，或者说埋怨国家的领导，就是你自己不行。你无法移民德国，无法移民美国，但是人家可以，那说明人家或者我可以，那就说明我可能与你相比有比你更好的地方啊。你不服也没办法。所以任何的事情啊，你说任何的逻辑，我就觉得有同样的逻辑可以把你怼回去。我觉得啊，人嘛有言论自由，你怎么说是你自己的事情。但是呢，我觉得你既然你有言论自由，你要让我也有言论自由，对吧？我怎么报道德国，我怎么翻译德国的媒体的文章，然后呢，我怎么点评是我自己的事情，但是我绝对是基于事实的。比如说，我也说过啊，德国有非常严重的老年贫困问题，对吧？还有德国有严重的宗教冲突的问题，德国有严重的能源危机的问题，能源的价格非常的高，所以导致了德国的工业现在出走的出走，倒闭的倒闭，2024年倒闭潮创历史新高，这难道不是事实吗？当然，在德国绝对不乏那些吹捧德国的人，一直还是现在把德国吹成人间天堂的人大有人在，那是他的事情。我说德国是另外一面，到底哪个是真实的德国？读者自己、观众自己有自己的解读，对吧？你爱相信谁就相信谁，没有强迫你。你愿意相信人家吹捧德国是天堂的人，大可以去相信他好了，因为人是自由的。好的，今天呢，我就想回应大家，这个小红书的这个博主啊，可能他是电气方面的工程师，我不知道他来德国多久了，也许啊没有我在德国那么久，也许呢他没有真正的深入到德国的社会。最后呢，我还想起另外一点，我真的认识一个移民德国的人，从中国某一线城市，夫妻俩带着一个孩子移民到德国去，大概是2017年左右吧，
移民到德国。后来呢，到2019年，突然因为疫情来了，然后呢，在德国一切他的计划都打乱了，可能在德国也混得不是怎么好。然后呢，前段时间，去年吧，2024年，前段时间我跟他打了一声招呼，因为我还是比较关心嘛，相当于朋友关系，我就问他最近怎么样了，因为他在那个微信上面好像也没有发朋友圈的动态了，所以我就感到有点奇怪。以前他经常发在德国啊各个方面生活的点滴，发德国正面的东西等怎么样，后来突然就不发了，不更新了，我就感到很奇怪，我就问，他说那个男的现在还在德国，然后女的带着他的孩子回国内一线城市回去读书了。原来他的小孩在德国读小学1、2年级好像吧，你看现在又带他回去上学去了，相当于回流了。当然我没有问为什么啊，为什么回去读书，但是我能够猜测，因为德国的基础教育实在太烂了，或者德国整个教育系统现在绝对是比不过中国的。承认啊，德国人动手能力肯定要比中国强，对很多人来说是比中国强，但是德国的教育，从基础教育来说，到真正的今后的大学的教育，目前绝对是比不过中国的。而且德国整个社会它是重文轻理，所以导致了德国今后啊，德国的工业与中国相比是没有机会的。目前德国是在吃老本啊，很多方面可能，特别是中小企业，比中国一些企业要强，但是这个是此消彼长，中国是这样往上走，而德国是这样或者是走下坡路的啊。所以我觉得这个朋友他是比较聪明的，他赶快带着自己的孩子，也不顾什么面子了，回流到中国去，带孩子在中国读书。他这么做肯定有他的道理。他来到德国几年，看清了德国这个事实，然后回流了。这是我知道的，我本身知道一个实实在在的例子。我不好说他是哪里人，也不好说他的名字是谁，因为我觉得还是要帮人家保密啊。好，朋友们，如果你们在德国的，你们知不知道有人移民到德国去，然后又后悔的、回流的，或者你们在德国待了很多年之后，有的人毅然呢抛弃德国的一切回国的？如果有的话，请在下面留言。另外一些呢，扎根德国，一直觉得德国要比中国更好的，你们为什么觉得那个德国比中国更好呢？也请在下面留言。因为我觉得每个人怎么选择，他肯定有他自己的理由，没有好也没有不好，对吧？只有更适合自己，我认为是这样。比如说我，就是从目前中德两国的发展趋势来看，我觉得德国不太适合我，而中国呢更适合于我。但是呢，因为我的年纪的原因，50多，差不多60了，我在中国从职场来说没有任何的竞争力了。如果我回去，我能够回去的话，肯定是回去养老，而是带着钱回去养老，不会跟中国人抢什么国家的资源，我是带着钱回去今后。好，朋友们，今天就跟大家交流一下我自己的思想吧。如果你们有什么想法，请在下面留言啊！感谢大家，我们下期见。